这一款当代经典真人版建议大家收藏，英文名低翼，中文名凌乱的高贵。大家注意看一下，头位低15度，所以我们划分线呢后高前低偏水平，这样不容易前短后长，剪方形的线条直线。所以呢偏水平的时候呢，我们纵向发片不要超过1公分，这样剪出来质感更强。其实这也可以当着一个完全整个头剪这个技术，也就是最难的技术。如果当做发型呢，也可以去当做一个产品去卖，对素材的要求会比较高。注意划分线、剪切线、手位张力、湿度完全平行，所以是非常具有训练的价值。在这个地方我就不去讲分这么多层和薄的区别、厚的区别，懂技术的一定懂。注意啊，手位与划分线平行，后高前低。只要是剪真人湿发的时候看起来是直的，吹干肯定前短后长，所以湿发的时候直线剪完之后呢是后短前长。足够的宽度之后呢，我们选择纵向剪 B 技术，这样呢不容易破坏外线。45度提拉，45度修剪。注意看清楚，一个标准的45度。原版呢是低翼呢是剪75度，因为呢今天的模特发量偏细软，所以我们角度变重，所以技术的数字大小会随着头骨的饱满度和发量的细软多少来选择变大或变小。简单来说就是细软的就数字小一点，就重一些。那原版是75度，我们要注意一下，敬畏经典。然后我们再把上面的头发呢自然垂落，再以底线作为参考，先继续剪线条。这一片呢会比较粗犷一点，那是因为等一会儿底下呢内部呢我们不会去用这样的一个线条，只是帮助设定长度。注意啊，也是后高前低，大家看好啊，因为头位的问题，千万不要把它扁成前短后长，所以看清楚两边的对称性，注意湿度、张力、头位、剪切，看起来很枯燥，但是今天的大家呢，我相信大家对这一块的重视会越来越强。那量感区注意看一下，我们的技术呢是直接剪平行90度。一般的量感区大家都会剪堆积，但是低翼呢是剪去除的，垂直分区，也就是发片与地面平行，切口与地面垂直。因为 model 头骨比较饱满，没必要去建立堆积。原版呢也是剪去除，导线呢是以45度底下的导线进行连接的。注意看清楚，我们的发片呢原则高于了水平，这样呢不容易产生重量线。切口呢一定是与地面垂直，看清楚啊，每一片的次分区呢保持垂直，垂直呢是剪去除的。这样我们先定完外线之后呢，过了中侧线呢，底下呢这样不容易剪缺，就有质感。这个高贵呢就体现在外部的线条是比较有质感，不会碎。另外一边呢也是一样，注意看好，垂直进输转水平。我们的手位要完全与地面垂直，也就是代表切口与划分线垂直也是平行。每一片的方向呢都是转角线，大家注意看好，带到后部这个转角线，也就是过了转角线都带到转角线去剪，等于是后头部的一个方形跨越了3个面，而内部的形线就会出现后高前低。我们横向检查一下，是一个方形，再到动感区上中下，那我们要高于水平，可以看到梳子是水平，提升一指为后头部的方形，左右呢可以摊刀，然后逐渐以一指为提升，比如说90度，然后在115度、135度往后靠一片，不要定点靠在那一片，也可以。这样呢就是移动反曲线，这样看是左右是方，这样讲能听懂，就是一片带一片。我们这是横向检查，就是形状。注意我们的头一定要摆正。这个梳子呢就是示意我们可以带到最后一片，就是直线的切口。那我们是移动反曲线的好处是什么呢？大家注意看好啊，我们纵向检查的时候切口就是圆的，还是反曲线，这样更有包裹性。头顶移动反曲线，这样就增加了凌乱。外线呢就是高贵，既有质感又有动感。那我们如果定在最后剪反曲线呢，就是直的，它就没有包裹性，这是移动反曲线。所以我们留长刘海的时候，大家看一下，它就很容易往后包裹。大家注意看一下成品，
如果我们剪定点反曲线，前面会更长，所以这款值得每一个伙伴收藏、训练，加油！